从今年开始，即2022年起，未来20到50年，中国最需要的人才是什么类型的人才？不是科学家，不是企业家，不是思想家，不是艺术家，不是高级工人，而是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并在斗争中取胜的人才。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你要是拿这句话问面具人我，那我肯定是赚钱了呀。来，各位观众，你们有看我的上期节目吧？我当时说的是可以抄底狗狗币，对不对？那你们抄了没？有抄到的赚到钱的，请留言打个1啊。那时候我让你们抄狗狗币的价位应该是 0.07 左右吧？那昨天狗狗币最高涨到了 0.15 啊，翻倍还要多的利润，各位爽不爽呢？所以呢，看我的节目一定要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你没跟上赚钱的节奏和机会，多可惜的！你们别急啊，我在会员群里面的操作则是更加精细化的。昨天做短线，有些人呢从 0.07 拿到了 0.1美金，赚到钱了以后就抛了，但是我的有些会员呢还是不知足。OK， 面具人，我的节奏预判能力还是可以的。昨天狗狗币突破了 0.1 以后，很多人就觉得到头了，可以开空了，但是被我严厉阻止了啊。我反而继续让他们现货买入，继续抄底，因为我觉得狗狗币接下来还会有一波涨幅。你们看我公告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对狗狗币的态度只能是娱乐性的买这个币，不过呢，这个币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它的潜力在于炒作性很强，而且呢，基本粉丝面和影响力都非常的好，所以呢，当它拉盘的效应扩散了以后，昨天前天拉了2天，这个广告效应还没出来，很多人还不知道狗狗币暴涨了。当有些人回过头来一看，哎呀，狗狗币暴涨了，可以买了吗？这个效应一旦扩散开了以后，再拉一些盘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所以我昨天就说了，想买现货，在昨天那个时候现在买问题不大，但是大家要注意加息的节点啊。如果说你们没跟上那一波狗狗币的涨幅，没跟上节奏，却又不甘心的啊，可以在加息节点前试水一点点钱啊。更多的钱我们留在加息后再观察。那至于这一点点是多少呢？就因人而异了。那面具人我的一点点呢，就是我买了4万多 U， 也不多。不知道你们的一点点是多少啊？以太坊呢，在昨天也突破了1600美金了。你们看这位网友问我他当时把以太坊有点想卖，甚至想做空问我以太坊会不会再突破1600，我给他的答案是很可能。然后呢，以太坊就突破了1600美金了。其实不单单是这位网友你们看这些聊天截图都是跟着我赚到钱的，都是我的会员赚到钱的一些感谢留言。你们看嘛童叟无欺。你们不信的话，来翻阅一下我的往期节目，或者是到时候你们进我的会员群，都是能见到这些人的，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的想要和我交流的，跟上我的一些节奏的，节目后半段呢，我会留下我的联系方式各位，面具人我的准度已经不需要再过多的解释了，往期的节目都在那儿其实我的这个准呢，也并不是说什么玄学呀、技术面上面的准，我完全就是交易心理和我自己的交易计划预判得好、做得好而已。那至于交易计划、交易技巧这块，我等会儿会教你们一些窍门的。OK， 那既然狗狗币涨了这么多了，有些人心里面肯定会有疑问，不甘心嘛，就会想现在还能不能买呢？还能不能追呢？再加上网上现在传出来了一些对于狗狗币的谣言、传言吧，说谣言有点过了那这些传言究竟是不是真的呢？下次加息之前，我们现在还剩2-3天时间，我们是该进场还是该跑路呢？好，大家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
那在我讲正题之前呢，请打开一下你们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啊，否则呢错过了我的关键的发财信息，太可惜了。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啊！把那个转发的证据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啊。好，先来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可怕的新闻啊，也是我在2年、3年之前就做节目给大家预言过的。哎，大家来看这张图，这是日本电影《大逃杀》啊。电影里面的人的脖子上都要带着一个追踪装置，如果你们不听话的话，或者是离开了政府给你规定的范围，那这个装置就会引爆，就可以把你炸死。现在呢，香港也开始用这个玩意儿了啊，虽然说没有电影里面演的那么极端啊，但是也差不多了。香港现在推出了智能手环，那戴这个智能手环啊，其实跟大逃杀电影里面的那个很类似，就是系统可以给你设定好，你在哪一个范围待着，你就不能出去，你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你如果出去了，就要罚钱，甚至是你要把这个玩意儿卸下来了、拆除了，你不但要罚钱，还要抓你坐牢。其实有些时候啊，抓你坐牢也挺生不如死的。换做面具人我啊，你要是让我去坐牢，那我宁愿去死啊！哼，这个手环啊，什么脚环呀、穿戴设备啊，面具人我可是在2、3年之前就做节目给大家预测过了啊。有老观众的还记得这些内容的，请给我留言打个1，表示一下面先知的这个预判能力有多强，以示支持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拿香港人试验这个玩意儿，主要是来测试一下香港人不好管嘛。如果说香港人戴上这玩意儿以后也不反抗了，那这玩意儿大陆也可以开始搞了嘛，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不但有定位功能啊，甚至有监听的功能。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说，中国的小伙伴们，你们自求多福吧，赶紧赚钱跑路吧。中国的这种监狱管控，你们要是能受得了，那你就不是人啊，你就是圈养动物。如果说你还像很多那些小粉红们，哎，给这种啊什么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着想呀，为老百姓的这个防控着想呀，就应该给每个人戴一个手链，把他们控制住。你如果能说出来这种话，那你连畜生都不如，明白了没？啊，这是完完全全的侵犯人的人权和隐私权。那有些人就问我了啊，还要什么人权呀？吃饭最重要。各位观众，你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搜啊，吃饭最重要。哎，你人要活着，只为了吃饭，那你是不是连那个圈养的猪都不如啊？而且，你饭也不一定能吃得上了。现在富士康那个封城啊，封工厂，封了几万人进去，据传啊，饿死了有说是几个人的，也有传是饿死了有几十个人的。还有传是饿死了几百个人的。总之呢，现在那伙子富士康的工人啊，现在暴动了，把门都砸了，现在往外跑呢。河南那边呢，已经开始出动武警装甲车来镇压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推特呀、谷歌上面搜一下啊，这里就不浪费时间了。总之呢，你们要记住，你的生活质量并不是说党给你决定的，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你啊。当然了，很多观众呀、大陆朋友啊，清醒的人现在肯定是要做一些准备了啊，搞点钱赚点钱，赶紧跑路，对不对啊？好，那既然要说赚钱了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2天暴涨的狗狗币啊。趁着狗狗币暴涨，目前网上也传出了很多传言啊。最牛逼的一个消息，当属马斯克要把狗狗币作为推特的平台币来推广、来使用。哎，狗狗币要是以后能做成推特的平台币，那前途无量呀，是不是？这个传言已经传遍了很多狗狗币的社区啊。那它究竟有没有可行性啊？真实的概率有多大呢？首先，面具人，我认为啊，狗狗币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你就算不听这些传言，排除这些传言，它再涨一些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它的粉丝呀，它的基本面很大，
他的粉丝群体很多，关注这东西的人非常的多啊。这个消息一旦扩散出来了，很多人晚一点知道消息的人又追进去了，那它还是有可能涨的。But 它这一次上涨的上限是令人存疑的，什么狗狗币再上$1，甚至涨到$2、$10，或者说成为推特的平台币啊，这些传言目前是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能够表明马斯克会这么做的。而且咱们从商业逻辑、从科学上来分析啊，马斯克他做推特的老板，他现在是老板，他为何自己不发自己的币呢？干净的币，干净的盘子，币全是自己控制的，赚的钱也都是自己说的算，钱都在自己的口袋里，何必去买别人的币，帮别人拉盘呢？帮别人解套呢？哎，你们别说马斯克好面子怎么样了，你们看一下嘛，马斯克他无耻的吹捧共产党，支持统一台湾，支持普京，那你觉得马斯克他要脸吗？对不对？商人你不要谈什么脸面不脸面的，能要钱就不要脸，有了钱了你就有了脸了啊！你没钱的时候你也别谈什么脸呀面子呀，谁都不把你当个屁。可是当你有钱了以后，你放个屁别人都会过来闻，觉得是香屁，明白了没？更何况收购推特这个行动里面的大股东是赵长鹏，那这就有意思了。哎，你一说到平台币了，怎么样了？那推特为啥不用币安的平台币呢？为啥不用币安币呢？啊，非得用你狗狗币？你狗狗币是他推特的股东吗？人家收购推特的时候，你狗狗币基金会给他掏了1毛钱了吗？啊，而且狗狗币上面还套了那么多的冤魂啊！与马斯克的角度，站在赵长鹏的角度，这两个人都完全没有必要把狗狗币做成他们花了几百亿买下来的这个推特的平台币，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些传言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间接性的拉盘性的消息性的利好啊，也算是好事儿。而且狗狗币的基本面也挺好的，你娱乐性的买一买玩一玩完全是没问题的。我甚至都觉得它还能再涨到0.15、0.16的可能性不小啊，这个可能性不小，甚至还可能会更高。不过呢，它涨了跌了，我的心态是很好的，我就是小仓位娱乐，赚了就赚了，亏了就亏了，对吧？我最多拿出来1、2层去玩，是不是？那甚至我还可以考虑抄底一下狗屎币呢。狗屎币每一次都是在狗狗币爆发之后啊，它也跟着爆发，而且狗屎币的盘子更小，里面的庄控集权性更高，它要说拉，那就真的一下拉上去了。不过这也只是娱乐性的玩啊，千万不要重仓，千万不要当回事儿，你就把它娱乐，明白了没啊？而且这2天你们的操作啊，一定要谨慎了，距离加息日还剩3天时间。目前市面上还在尽力的唱多啊，各个机构呀、新闻媒体呀、财经网站呀，都在散布消息，说加息的利空已经完全被消化了啊，下一次加息很可能只加50个基点呀啊，美联储的加息即将停止了。那面具人，我对这些传言和说法保持谨慎态度。首先，我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提前消化不存在的啊。加息出来了，那就得拿钱说话，除非是加息50个基点，不会对盘面造成什么样的太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好的影响。不然呢，加息75个基点，加息100个基点，你该蛋疼还会蛋疼，该跌还是跌。而且这一次加息75个基点也未必是好消息，因为加息75个基点就意味着12月还有可能是加息75个基点。至少加50个基点，那至于加25个基点，或者说是在今年加息停止啊，你就基本不用想了啊，加息的战线又会被拉长一些。不过咱们往中长线看啊，总体这个投资市场还是向好的啊，这个末日呀已经快过去了，太阳马上就要升起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抄底机会啊，也就是下一次加息的前后了，甚至是加息略后几天因为我判断庄家们可能会玩极限走钢丝。
你在加息前你想玩一下极限操作，你也可以啊。庄家们很有可能保持拉盘的态势，维持到31号甚至1号、2号，也不是没可能的啊。毕竟这种现象之前也发生过啊，而且各方面的财经大 V 呀、金融媒体呀、网站呀，都在努力的营造繁荣的景象。再加上马斯克的收购推特呀，有关于各种加密货币的传言还在发酵，什么推特会成为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推特会助长加密货币的牛市归来，马斯克会大力的推广这个利用推特去买加密货币、卖加密货币进行交易啊，这些都是一些消息传言。不过呢，也算是利好消息吧啊。再加上英国现在他们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渐渐的放出声音，说要支持加密货币，这些你都可以当成间接性的利好啊。他们都在指向庄家们可能会在加息日之前来一波极限操作，明白了没？然后呢，就是我节目开头给大家说的，我要给大家公开一个操作窍门啊。大家买币的时候，长短线要分开。短线是你的底线，见好就收，不要贪。然后呢，你还可以用一部分资金去做中长线，这个就带有一定的博弈性了。当然了，中长线也是可以变短线的。比如说，你这个本来是打算拿1个月、2个月甚至半年的，可是你现在觉得利润够了，也赚得不错了，挺好的，那你也可以跑。就像我上期节目中说的我在上期节目末尾说，你现在做短线的话，你稍微要谨慎一点。你如果说你做中长线，你不想那么多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抄底儿。But 你想见好就收也行。可是你们要记住一个重要点那就是长线可以变成短线玩，你短线的资金尽量不要贪，不要把它变成长线玩。尤其是当你在玩一些山寨土狗的时候，那你就只能是纯短线什么长期投资呀啥的，你千万不要想，明白了没 ？OK， 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紧跟我接下来的1天、2天、3天的极限操作的话，得到我最及时的点位分享和参加高倍率的早期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